楚风此时正在与小鱼儿赶路，前往龙小小所在的位置。楚风已经提前告知小鱼儿，他要去找朋友，也询问了小鱼儿是要与他一同见龙小小，还是楚风自己去。小鱼儿要陪着楚风同行，但不会现身见龙小小。待楚风到达目的地，小鱼儿会在一处地方等他，因为楚风还想再观察一下那个罐子，所以由小鱼儿带路。楚风则是认真观察，而庆幸的是，那个罐子并没有变化，第一重锁和第二重锁的开启方法都没有变，所以楚风可以快速的进入到第三重锁。有了之前的经验，楚风这一次很快便可以稳住心神，认真观察第三重锁。但是第三重锁太复杂了，哪怕是楚风的天眼之下，短时间内也根本无法窥探出什么，并且楚风随着时间推移，楚风的心神也受到干扰，不得不收回目光。而当楚风收回目光的时候，楚风发现小鱼儿已经停了下来，没有再继续赶路，反而就蹲在自己身前，双手托腮看着自己。怎么了？楚风之所以这样问，是他察觉到小鱼儿的目光有些不对劲，不仅在认真打量自己，眼神之中还有着一抹不舍。没怎么啊，大哥哥观察的怎么样？小鱼儿问。挺难的，还是要多试试才行。楚风说道。大哥哥一定可以的。小鱼儿鼓气道。小鱼儿真的没事吗？楚风问。其实有点事，我家人来找我了。小鱼儿道。要你回去吗？楚风问。还不知道，我去商量一下。大哥哥在这里等我一下可好？小鱼儿问。楚风点头，他其实也想陪小鱼儿去，但他知道小鱼儿既然已经这么说，就说明他的家人已经在这附近了，既然没有直接现身，便说明不想见楚风。楚风又何必提跟着去呢？去就来。小鱼儿甜甜一笑，旋即转身向远处飞掠而去，而楚风则是注视着小鱼儿的方向。此时他也没有重新观察那罐子的心情了。别担心，不会有事的，毕竟是他家人。女王大人声音响起。知道，只是有些感慨。楚风道。感慨什么？女王大人问。当初东方海域那双撕裂天空的大手，让我第一次真正的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现在虽说仍有很大差距，但远不如当初那么大了。楚风道。那当然，这些年你的进步可是很大呢，而且要不了多久你会超越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不会拦着小鱼儿跟着你玩了。女王大人说道。为何呢？楚风问。为何？现在不肯小鱼儿跟着你玩，无非还是觉得你太弱，等你超越了他们，他们拍你马屁还来不及，哪里还会拦着小鱼儿跟你玩？女王大人道。楚风笑了笑，虽没有应承，但却也觉得女王大人说的很对，倒不是坏不坏的问题，而是很现实的问题。同一个家族，同一群人，在你弱的时候以及你强的时候，两副嘴脸极其正常。而对于这种情况，楚风见过太多次了。这一路多少势力被楚风迈过，如今回头看，他们是楚风挥手之间便能抹除的势力，甚至楚风一个哈欠都能让他们灰飞烟灭。可当初他们也都是一座座大山，拦在楚风身前，悬于楚风头顶，压得楚风喘不过气。而眼下无论对自己是敌是友，可仙海鱼族、七界圣府、苍穹仙宗等势力，就是拦在楚风身前的大山，也是悬在楚风头顶的利剑。楚风在他们面前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变强还是要继续变强。楚风心中叹道。此时小鱼儿来到了一片云层之中，在这里一名中年女子立于此地，她身穿白色长袍，颜色很素，可造型华丽，再加上女子那超凡脱俗的气质，是真正的仙女灵视。哪怕岁月已在其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可但凡是正常男人看到她，也都会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娘，您出关了。见到中年女子，小鱼儿面露甜美笑容，快步的跑到中年女子近前，毕竟这位就是她与仙海少羽的母亲。刚出关，你父亲就给我安排了任务。小鱼儿母亲笑道。这个任务该不会是让您来找我吧？小鱼儿撇嘴道。你觉得呢？小鱼儿母亲面带微笑。我不回去，之前我父亲说我到了尊者境就让我恢复自由，可现在我都已经半神境了，却还要限制我的自由，我去哪里都要他安排，去哪里都要派人跟着我，我对修武又没有懈怠，干嘛要限制我自由？我想像哥哥一样，就这么难吗？娘，我现在一点都不快乐。小鱼儿撅着小嘴，双眼也湿润了，那叫一个委屈。鱼儿，娘知道你父亲的安排，辛苦你了，将就在的重担压在你这个小孩子身上，这对你很不公平。可你是懂事的孩子，你也清楚你父亲对你寄以厚望。而在你前往太古星海的时候，浩瀚修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个神之时代的雕像开启了一道门，七界圣府府主、苍穹仙宗宗主、图腾龙族族长、神体天府府主以及你的父亲联手开启了那道门，进入了其中。小鱼儿母亲道。而小鱼儿虽说眼中泪痕还在，但却也是好奇的问道。然后呢？你父亲有所收获，得知神之时代内蕴藏从未有过的机遇，但若想夺此机遇，就必须先在浩瀚修武界称王，而七界圣府府主早就有此野心。小鱼儿母亲道。难道七界圣府要打破多年的和平，他会开战？小鱼儿问。七界圣府的实力远不止我们见到那么简单，若真的开战，哪怕我们几个势力联手，也未必能胜过七界圣府，更何况到时候一定会有墙头草。倒像七界圣府，只要开战，我们想要安然，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臣服于七界圣府。但你父亲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小鱼儿母亲道。就算我父亲同意，我都不会同意，凭什么要臣服于他们？小鱼儿气愤的道。所以你要随娘亲回去，事情还有转机，转机就在你们小辈，而在我仙海鱼族来看，你是我仙海鱼族最大的希望。小鱼儿母亲道。听闻此话，小鱼儿也是眉头紧皱，低下了头。但很快小鱼儿又抬头看向其母亲。娘，我回去，但处理完这件事可不许再拦我，若真有那一日，怕是你父亲也拦不住你了。小鱼儿母亲笑道。听闻此话，小鱼儿也笑了。一定会有那一日。小鱼儿母亲笑容更浓，旋即看向楚风方向。要去告别吗？当然要告别。娘，您不去吗？我给你介绍一下。小鱼儿道。
还不是时候。小鱼儿母亲道，那好吧，那您等我。小鱼儿说话间便回到了楚风的面前。怎么样？楚风问。大哥哥，我要走了。小鱼儿道，家里人没说你吧？楚风问。没有，是家族需要我，他们劝我回去，也是我自愿回去的。小鱼儿笑道，那便回去吧，等你忙完，我们再见。楚风道，好。小鱼儿说话间便忽然一个箭步来到楚风近前，他是要抱楚风，但却在楚风近前停下了。他扬起小脸看向楚风，大哥哥，男女授受不亲哦。听闻此话，楚风笑了，刚想说什么，却感觉一阵柔软扑入怀中，是小鱼儿，整个身躯都紧紧贴着楚风，也包括那张让人看了就流口水的绝美小脸。可我与大哥哥偏要亲近。小鱼儿说完此话，像是宣誓主权一般，又狠狠地用小脸在楚风怀里蹭了几下，这才起身，大哥哥要加油，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很快我会再来找你。话罢，小鱼儿便转身向远处飞掠而去。虽然早有准备，可真的看到小鱼儿的身影消失，楚风的心中却仍一种空落落的感觉，那是不舍。小鱼儿走后，楚风也是收拾心情，继续赶路。可是走着走着，前方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家族。之所以说它庞大，是因为它霸占了很大的一块领土。莫说江川湖泊，连汪洋大海都被他们霸占了一片。霸占领土面积虽大，可家族人数却不多。这是一个强大的精英家族，但如同这样强大的家族，其实楚风早就见怪不怪。他们莫说出现在下界，就算出现在东域的上界，那都是统治级别的存在。但是放在这里，最多也就是这个世界的顶尖，放在这个星域都算不上什么，就别说整片天河了。这就是差距，是其他几大天河与东域的差距。为何明明东域有着祖武与九魂两道天河，但却被其他天河下界的人都看不起？就是因为实力差距，东域真的太弱了。不说别的，就说祖武天河，若是不谈背后的圣骨，只说圣光一族，那放在这里还真就是不入流的存在。堂堂一方天河霸主，却连人家随便一个世界的小家族都比不过，怎么可能被看得起？这样的差距，人家看不起东域，看不起祖武天河，反而也没啥可讲的。确实东域太差了，确实东域的两道天河被人家说是穷乡僻壤也不冤枉。若把修为兑换成财富，那两道天河的首富都不如人家普通百姓。那样的地方，不是穷乡僻壤又是什么？但这个家族之所以会引起楚风注意，并不是因为这个家族入了楚风的眼，而是楚风见到了正在发生的一幕：一群10岁左右的小孩子正在合伙欺负另外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不，那已不是欺负了，他们正在对小男孩进行殴打，并且下手还没轻没重，而一群长辈就在旁边看着，不仅不阻拦，反而如同看笑话一般看着，听那些小孩子的辱骂。楚风知道为何那个挨打的小男孩会遭到如此针对，他是被收养的义子。这一幕勾起了楚风当年的回忆。当年的楚风在楚家不也是如此吗？除了义父，除了他大哥以及楚月等少数人外，大多数楚家人都将他当作外人，从小到大都遭受针对，遭受欺凌。其实回想起来，若不是楚风后面争气，自己成长了起来，守护了家族，家族那些人对他的态度会改变吗？其实楚风心里有数，只是不愿计较罢了。这群人欠教训。楚风注视之际，女王大人开口了。她很懂楚风，知道这一幕让楚风联想到了当初的自己，所以女王大人很直接，怂恿楚风去教训那群人。既然家长不教育他们，那就让楚风这个外人来教育他们，总要有人给他们上这一堂课。其实这也是为他们好，为他们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不能恃强凌弱。住手，住手！就在此时，一个中年男子跑了过来，他一把推开了那群小孩，将浑身淤青的小男孩抱了起来。父亲，小男孩见到中年男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刚刚挨打，被打成那样都没哭，可此时却哭得非常委屈。他们说我偷东西，可我没有偷。小男孩一句话就诉说了他挨打的理由。别哭，父亲在，没事的。中年男子笑着帮小男孩擦了擦眼泪，随即看向人群中一名衣着华丽的妇人，大姐。可忽然一股武力飞掠而来，直接将那中年男子轰飞而去，而那出手的正是中年男子所呼唤的妇人。敢推我儿子，李海，你是不想活了吗？那妇人恶狠狠的道，大姐，我哪有推你儿子，我只是想保护小强而已，我根本没有伤你儿子啊，你儿子也是我外甥，我怎会伤他？那中年男子一脸委屈，他竟也哭了。哼，没用的废物，自己活着都是累赘，还收养外人做义子，快滚！我看见你就闹心，真是丢尽我李家的脸。妇人冷声说道。哪怕男子声泪俱下，可他却没有丝毫悔过之意，只有嫌弃。与此同时，其他人也是冷笑讥讽。只是这简单的对话便让楚风知道了情况。这中年男子出身不错，但修为很弱，因此家庭地位很低，这必然是一个实力未尊的家族。这种家族没有那么多情感，只有靠实力说话。若是实力不济，就会像那中年男子一样，哪怕是亲姐姐也不会把他当个人，反而会随意对其出手打骂。你们如此做事，难怪你们的孩子也蛮横无理。就在此时，楚风飞身落下而下，落在众人中间。共鸣也好，纯粹的看不惯也罢，总之这件闲事，楚风决定管。你是谁？楚风的出现也是立刻引起了众人的警觉，一个个的都是将自己的威压释放而出，来彰显自己的实力，都是武尊境，其中最强的便是那名妇人，乃武尊巅峰。楚风没有回答，而是探手一抓，那些先前欺负人的小孩立刻漂浮在了楚风身前。娘亲救我，父亲救我！楚风没有伤他们，只是将他们控制起来，他们便吓得嚎啕大哭，找死！见状，妇人便要对楚风出手，手腕一转，一把尊兵长剑出现，对着楚风便是一剑刺出，剑气蕴藏杀意。这妇人果然狠辣，明明与楚风并不相识，可他这一出手就要索取楚风性命。可楚风只是轻哼一声，那剑气便碎裂开来，随后那女子更是哇的一下
大口鲜血喷涌而出，跪在了地上。见到这一幕，众人才察觉到楚风的不简单，于是有人立即飞身逃离，想要离开此地，但楚风也没有拦着，而是指着那群被控制住的孩子道：一炷香，我只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1炷香之内，亲生父母自己来领，若是不来领，后果自负。这是我儿子。楚风此话一出，立刻有一名妇人指向了其中一个小男孩，接着楚风说话间，大袖一挥，直接将那个小男孩丢向了那妇人。眼见着楚风竟直接将孩子归还，没有难为那妇人，也没有难为那孩子，越来越多的人站了出来。这位少侠，那是我儿子。少侠，我是那丫头的爹。很快，被楚风控制住的孩子都被领走了，他们的父母原来都在这里。所以当最后一个孩子被领走之后，楚风意念转冷，顿时威压从天而降。那些孩子无碍，可是在场的所有长辈都如同死狗一般，被压得跪在了地上，动弹不得。子不教，父之过。楚风道。听闻此话，立刻有人道：少侠，与我无关啊，这里没有我孩子，做事不管本可无罪，可同流合污便是同罪。大人。此时一道虚弱的呼唤于楚风身后响起，回头观望，正是那名被自己亲姐姐打了的中年男子。那名被欺负的小男孩也站在他的身旁。求您了，莫要伤他们，放过他们吧。中年男子道。你怕他们报复你吧？没事，我会让他们不敢报复你。楚风说道。中年男子呆住了，他可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单纯的心善，不想让楚风伤害他的这些族人罢了，可没有害怕报复的意思，也不是不害怕，只是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而就在此时，楚风掌心摊开，一颗颗散发诡异光芒丹药浮现而出，随后飞入那些人的口中。不仅是长辈，就连小孩子也没有放过。这一刻，小孩子都还好，可是许多长辈却抱头哀嚎，痛苦不已。奇怪的是，明明大家都吞服了毒丹，却是有的长辈痛苦到抱头哀嚎，但有的长辈却没事。但要说最痛苦的，却属那名妇人，她叫的最惨。就在众人不解之际，楚风则是开口：此丹乃毒丹，连接你们的意识，只要你们有对这对父子不利的想法，这毒丹便会折磨你们，时间越久，折磨越重，直至取你们性命。楚风此话直接说明了为何有人会痛苦，有人则没事的缘由。原来是那些人有了对那对父子不利的想法，所以才被折磨。毕竟这个丹药乃是楚风运用阵法打造，与当日乱世书生给楚风他们身体注入的阵法有相同效果，只不过楚风的实力没有乱世书生强，所以楚风需要特殊的药草辅助，所以不是直接布置成阵法，而是炼制成了丹药。当然也因目前能力所限，楚风这丹药也只能对这些5尊境以及5尊境之下的人有用，若是半神境的人都没有效果。但楚风觉得对付这些人足够了。听到楚风的解释后，那些人哀嚎之人没过多久便纷纷从痛苦之中解脱，这自然是因为他们控制住了报复那对父子的念头。而眼见着楚风竟能掌控他们的意识，他们看楚风的目光中恐惧之色更浓，可那中年男子却是满面感激。虽然楚风的手段可怕，可他也看得出来楚风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保全他们父子。这位公子好手段啊！可就在此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在远处天际响起，顺声观望，只见那声音传来的方向，空间一阵蠕动，随后数道身影浮现而出，整齐地立在虚空之上，正在居高临下的注视下方，那都是年迈之人，并且都有着半神境的修为，而为首的乃是一个身材矮小、满头白发的老头。这老头长得跟个白毛猴子似的，可一双眼睛凶芒毕露，一看就不是善类。他应该就是这群人中的头目，刚才那句话就是他说的。爷爷不，族长大人。见到那老头，中年男子满面惊恐，赶忙拉着小男孩示意跪拜大礼。而他的这句话也是道出了这个老头的身份，既是那男子的爷爷，也是这个家族的族长。楚风见到这老头并不意外，楚风早就察觉到这个老头他们的到来了，就连他们的修为楚风也是感应到了，所以楚风根本无惧。此时楚风的目光在那老头的手上，老头手中有着一物，那是一面铜镜，铜镜很是古老，乃远古之物。之所以看着这铜镜，是楚风注意到老者现身之前用此铜镜特意照过楚风，随后这才现身，说明此物有着特殊作用。那是何物？楚风直接问。哟，识货，居然看出此物不凡，但死人没必要知道此物来历。老者笑道，只是那笑容却是杀机四伏。我只是路过，见你族人欺凌同族之人，看不过去，替你教训了一下你的族人而已，你便要杀我不成？楚风问。难怪这个家族的人如此不讲理，原来这个领头的更加的不讲理。我家族的人轮不到你来教训，但若只是如此，你还不至于犯下死罪。你犯下死罪是因为你小小年纪，手段不凡。老朽猜你必然出身不凡，应该是某个名门贵族的少爷。老头道，既已有此猜测，还敢对我动杀心？楚风问。正所谓富贵险中求，老朽这一身家业都是从刀尖上拼出来的，老朽一生靠的就是胆大行事，而你既出身不凡，便必有重宝在身，这才是你要死在这里的原因。公子，你多管闲事没错，但你出身不凡有错，若有来世，你要记住，台不外露，身份也同样如此，否则遇到老朽这种，可是不会因为你的出身便惯着你的，反而会因窥探你身上的宝物而取你性命。老头道。而他说此话，除了那对父子面露惭愧之外，其他人没有任何意外，甚至许多人还面露得意，大有为此骄傲之感。这让楚风明白，这个家族本身就是一个恶事做尽、胆大包天的家族，家族之内本就好人极少，也难怪会有如此不公的家风。你不怕我身上有守护阵法？楚风问。老头忽然大笑，旋即摆弄起手中的铜镜。你刚刚不是问我此为何物？本来你不配知晓此物，但你既然问了，老朽也让你死个明白。此物
来我因缘际会下所得，他可查探人的身上是否具有守护阵法。老朽刚刚已经查探过，你的身上根本没有守护阵法，所以老朽才敢对你出手。话罢，那老者大袖一挥，顿时磅礴的武力从天而降，五品半神，这便是这个老头敢对楚风出手的原因。武力直奔楚风而来，虽然不是武技，但却蕴藏杀意。下一刻，老者愣住了，那武力明明靠近楚风，可却无法触碰到楚风，就像是一众无形的屏障，将他的武力拦住了一般。怎么回事？见此一幕，老者也是慌了，他的那张老脸的表情明显也不如先前自信。他又拿出那铜镜，对着楚风照了又照，没有啊，明明没有啊。老者道，看来你这宝物不管用啊，我身上有没有守护阵法，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风讽刺的说道，但楚风说的也是实话，楚风身上可是有守护阵法的，毕竟已经确认他的父亲在他身上留下了守护阵法，可这个老头的那面铜镜却根本看不到，这可能是因为楚风父亲的守护阵法是武力大阵，也可能是本身就较为隐秘。总之，这老头的铜镜看不穿乃是事实。不可能，我这镜子专门针对你这种大势力的少爷，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老朽从未失手，何况是你。老头还不死心，说话间手腕一转，一把尊兵大刀浮现，他手持尊兵大刀从高空跃下，对着楚风便砍了下来。刹那间涟漪四射，强大的涟漪肆虐而去，将在场的许多人都震飞开来。可楚风安然无恙，不仅楚风安然无恙，就连那个中年男子以及那个小男孩都安然无恙。看来这种事你做过不少啊。楚风双眼微眯，笑眯眯地看着就近在眼前的老头，你到底怎么回事？老头瞪圆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楚风，他十分不解，枉你一把年纪，这都看不出来。楚风说话间，一重结界之力浮现而出，那结界之力形成了防御结界，不仅笼罩了楚风，还笼罩了那对父子，这便是他们都能安然无恙的原因。这结界之力，神袍界灵师金龙纹族长大人，他是金龙神袍。此时还站在虚空之上的众位老头也是一个个面露惊恐。金龙神袍，听闻此话，无论是中年男子还是下方的其他人，也皆是脸色大变，就连那老头也不淡定了。一个小辈却是金龙神袍界灵师，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不只是修为的问题，最可怕的是身份。族长大人，他该不会是七界圣府的人吧？有老者再度开口，连声音都在颤抖。你是七界圣府的人？老头也是重新打量楚风，怎么，我若是七界圣府的人，你就不敢动我了？原来你也并非无法无天啊。楚风道。可谁曾想，那老头虽脸上慌张不减，但却忽然放声大笑，但他可不是用笑声掩盖自己慌张那么简单，他的眼中狠色更浓。七界圣府的天才，那就更好了，老朽是走大运了，竟有机会掠夺七界圣府天才的宝物。老头此话说完，周身气焰涌动，虚空之上更有巨大的虚影浮现，天赐神力。这老头乃是天赐神体，天赐神力之下，老头的修为也是得到提升，从五品半神提升到了六品半神的地步。随后他抬刀猛然一挥，对着楚风又是一刀砍下。只是这一刀下去，老头顿时愣住了，哪怕修为提升到六品半神，可是他却依然无法伤到楚风。你不是金龙神袍吗？老头问。金龙神袍堪比五品半神，不应该挡下他这六品半神的一击才对，我可不是寻常的金龙神袍。楚风笑道。听闻此话，老头大袖一挥，竟将那尊兵大刀丢掉了，随后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面前。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老朽胆大包天，罪该万死，但请大人有大量，饶过老朽这一次吧。眼见打不过，这老头倒也果断，直接选择了求饶。继续打，必死无疑，但求饶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见状，在场的其他人也是纷纷跪下，向楚风磕头求饶。告诉你两个消息，第一个消息，我不是七界圣府的人，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不会有七界圣府的人报复你们。楚风说道。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听闻此话，那老头磕头磕得更猛了，还以为见到了活路，可楚风却再度开口。第二个消息，你刚刚想杀我是真，而对于杀我之人，我向来不会放过。楚风此话说完，手掌握紧，顿时一把结界长剑浮现，对着那老头便刺了过去。那老头见状，周身气焰涌动，脚下更是生风，是施展了身法武技来躲避楚风这一击。可只见鲜血喷溅，楚风这一剑还是直接洞穿了他的胸口，随后如钉子一般就老头钉在了地上，战力差距过大，老头在楚风面前根本没有一战之力。鲜血喷溅，楚风又将那长剑拔了出来。楚风要杀此人，但不会让此人死得这么轻松，因为他还有事要问这老头。可就在楚风打算再度出手之际，忽然一只小手抱住了他的脚，是那个小男孩。大哥哥，别杀他，别杀族长大人，求您了，若没有族长大人，就不会有我父亲，若没父亲，我早就死了，求您了，您放过族长大人吧。小男孩哭成了泪人。大人，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爷爷吧，求您了。中年男子也跪在地上替那老头求饶。这样的家族，这样的人，你们还要为他求饶？楚风问。大人，再怎么说他也是我爷爷，是我的亲人，今日之事都因我们父子而起，您若真的杀了他，我们父子此生难安。大人，若真的要杀，就杀了我，放过我爷爷吧。中年男子哭着说道。他这句话倒是一句实话，也正是这句话戳中了楚风，毕竟人与人不同，不是所有人都足够心狠，哪怕楚风当年也原谅了楚家的那些人，所以中年男子说的真的是实话。若是楚风真的杀了这老头，他真的会愧疚一辈子，这也并非楚风所愿。看你这个孙子面子上，我破了一次，饶你一命，但我的力不能白破。楚风说话间，目光投向了老者手中那面铜镜。大人，此宝老朽本就无法驾驭，今日更是犯下大错，大人愿饶过老朽，实乃老朽的造化，此恩无以为报，
愿将此宝奉上。老者顾不得伤势，再度跪在了楚风面前，双手将那铜镜对给了楚风。楚风接过铜镜，对着周围之人扫过，发现在场之人身上有守护阵法的，铜镜上面真的会显示，并且楚风发现不仅是结界阵法，武力阵法也会浮现。这样来看，乃是自己父亲留给自己的守护阵法隐藏性太高，所以这铜镜才不会显现。但这只是常规状态。楚风发现这宝物是可以催动的，不过催动需要方法，寻常的戒灵师都看不穿，就别说是修武者了。但楚风的天眼却能够看穿，于是楚风很快掌握了催动方法。催动之后，楚风再照众人，那些没有守护阵法的没有变化，可是有守护阵法的身上却有了光芒强弱之分。于是楚风镜子一转，对向了自己，刹那间镜子光芒大盛。这一幕也是引得众人注意，定睛一看，所有人皆是脸色苍白如纸，甚至有的人都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了。尤其那老头，他的身体肉眼可见的剧烈颤抖，那个表情简直都快吓尿了。他透过镜子能够看到楚风光芒万丈，楚风哪里是没有守护阵法之人，楚风的守护阵法简直强大到无法估量。老朽有眼无珠，是老朽有眼无珠。老头此刻也哭了，是被硬生生吓哭的。他知道自己犯下了多大的错误，这样的人他竟然也敢得罪。而楚风通过众人的瞳孔也是看清了镜中的自己，此时楚风也是心情大好。首先这镜子证明了自己父亲留给他的守护阵法有多么强大，但对此楚风早就知晓。楚风更高兴的是，本来是做件好事，不曾想捡到了这样一面镜子。这镜子可是一件真正的宝物，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吧。楚风将铜镜收入囊中，旋即对老头问道：此物从何所得？回大人，此宝物乃是多年之前老朽闲逛所得，当时此物被封印了力量，那卖家修为较弱，也不识此物，所以老朽便捡了便宜。老头道。那老头似是怕楚风不信，竟举手发誓说道：大人，老朽对天发誓，刚刚所说乃是实话，若是谎言，必遭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楚风没有说话，而是开始布置阵法。随后阵法浮现，有3道光芒体盘旋于掌心。楚风手指一弹，3道光芒体分别掠入老头、中年男人以及小男孩的脑袋之中。从今日开始，你们3人的灵魂将连接在一起，若其中一个陨落，另外2个都难逃一死。楚风对老头说道：大人放心，我从今以后定然善待海儿与钱儿，不会再让他们父子受半点委屈。老头知道楚风布下的此阵就是针对他的，所以立刻保证，希望你能说话算话。若是让我知道他们父子在受人欺凌，你们整个家族除了他们父子谁都别想活。另外你们这个家族应该做了不少孽，若是你们今后再作孽，那我今日不杀你们便也是作孽。记住，从今以后不许作恶，且要多行善事来弥补你们之前犯下的罪孽。我在你们身上都已经留下了印记。我这个人之所以爱管闲事，就是因为我比较闲，所以我会时不时的暗中观察你们，若是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来，你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楚风说道：大人对老朽有再生之恩，老朽必定按照大人指示做事，往后余生老朽不敢作孽，只行好事。老头保证道。楚风没有理会老头，而是看向了自己身旁的小男孩。大哥哥，谢谢你。小男孩眼含热泪看着楚风，虽然他年纪很小，但也明白今日楚风是为了他才出手的，并且他也隐隐察觉到他的命运似乎也将要改写。楚风笑着摸了摸小男孩的脑袋，好好孝顺你父亲。楚风此话说完，便御空而起，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楚风走后，众人一拥而上，来到了族长周围，许多人更是嚎啕大哭。族长大人，您看到了吗？那个人身上是有守护阵法的，并且是好强的守护阵法，再加上他的实力，他的身份必然极为可怕。这可怎么办啊？我们的家族还能保得住吗？他们都害怕楚风日后再找他们麻烦，因为楚风所展示的手段让他们明白，楚风若要是他们，真的轻而易举。哭什么？没出息！老头怒吼一声，但随后自己却是双腿一软，整个人都瘫坐在地。若说到后怕，没有人比他更加后怕。传令下去，从今以后，海儿与钱儿就是我们家族最重要的人，若是谁敢对他们2人不利，别怪老朽不留情面。不管是谁，只要敢碰他们一根头发，杀无赦。老头蕴藏杀意的话语响彻开来，对此没有任何人感到意外。别说是这家族的人，就算是外人要欺负那对父子，他们也会拼命守护，因为他们很清楚，只要那对父子遇难，楚风就会把罪责算在他们头上，他们谁都别想活。而楚风则就站在虚空之上，看着这一切。看来他们是真的被你吓到了，看来这对父子以后的日子会好过起来了。这个世界还真是实力为尊，你随手间做的一件小事，就能改变他人一生的命运。女王大人叹道。楚风也是笑了笑，虽然是做了一件好事，但却也是有了意外收获。旋即楚风便准备动身，向龙小小所在的方向行去。可忽然楚风神色一动，随后赶忙止步转身，看向了身后。远处距离此地很远之地，有一道光束冲天起，光束散开，竟形成了一片宛如星空般的景状观象。那景象就像是仿造浩瀚修武界一般，竟能看到9道天河，绚丽无比，震撼人心。那是什么？是异象吗？女王大人问。不像是异象，更像是某种特殊场所开启后进行通告。楚风道。特殊场所会是遗迹吗？女王大人问。不排除这种可能。楚风说话间看向下方的众人，此时那个家族的人也被那个景象所吸引，正在注目观望。也许他们知道。楚风说道。那家族的所有人都以御空而起，凝视着这世界远处的景象，而越是观看，他们眼中金色越浓。许多人不停地揉搓着眼睛，揉了又揉，看了又看，
甚至有的脑子可能缺弦的，还狠狠地抽了自己几个耳光。他们是有点怀疑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族长大人，难道说那是传说中的？众人纷纷看向那位老头，语气无一不是激动不已，甚至因此忘记了先前因楚风而产生的恐惧。好像真的是老天有眼，老天有眼啊！我们有生之年竟能见到这传说现实，真是不枉此生了。老头语气之中也尽显激动。什么传说？忽然一道声音响起，听到那个声音，老头以及众人顿时身躯一僵，好不容易好转脸上，顿时又被恐惧所笼罩。他们僵硬的转头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而看到那位之后，更是吓得差点没吐出老血，因为那位正是刚刚险些要了他们命的楚风大人。老朽可没有欺负孩儿与钱儿啊！老头立刻跪下，其他族人也是纷纷跪下。伴随楚风出现开始到现在，不过极短的时间罢了。一开始还对楚风不屑一顾，但现在楚风在他们眼中已是成了活阎王，怕得要死。我也没说你们对他们父子如何，我先前说了，我比较闲，所以我故意没走，留在这里看了一会。楚风笑道。楚风笑得很灿烂，可这笑容映入他们眼中，却是阴森恐怖，宛如魔鬼将要吃人的表情。比较闲，故意没走，看了一会，这不就是故意监视他们吗？还好他们没做错事，不然他们现在怕是已经死了。大人，既然您看到了，那可就太好了。您也看到老朽刚刚……那老头刚想邀功，可楚风却立刻摆了摆手。行了，行了，你一个命令能证明什么？还要长期保持。不过我现在问你的是关于那里。楚风指向远处那壮观的景象，问道：你们说的传说是什么？见楚风好奇这件事，老头也是长舒了一口气，且顺便擦了擦脸上的冷汗，旋即便为楚风讲述了那所谓的传说。那还是斗战元族统治这方星域的时期，那个时候这座仙江上界是不对外开放的，是被斗战元族独占的禁地。之所以将这里列为禁地，因为这里有着一条江，此江叫做仙江，能有此名，乃是因为其中流淌的江水可非同一般，不仅散发光芒，香气宜人，更是有着极为强大的淬体作用，不仅是对修武者，对界灵师也有帮助。不过那江水不能离开仙江，所以无法为外人所用，哪怕斗战元族的族人想要淬体，也只能到此。也正因如此，才将这仙江上界封锁。不过斗战元族喜欢结交好友，莫说各大势力，各大天河都有他们的挚友。斗战元族族长也会时常请好友带领后辈来到仙江上界淬炼。后面因缘际会下，请来了一位强大的界灵师。那位界灵师非常神秘，没人知道他的身份，甚至没人见过他的真容，但他的本领却是极强。他说仙江并非无限，其力量是有限的，淬炼之人越多，仙江可供淬炼的力量便越少，久而久之终将彻底消散。而仙江本天赐之物，斗战元族不该独享，应当与所有人分享，但也是能者居之。所以他提议由他布置阵法，将仙江力量汇集于一起，此阵定期开放，但想要进入其中修炼，则是要各凭本事。斗战元族族长本就是豪迈之人，加上诸多好友在场，便当场应下。且说若是这位高人真有实力将仙江化作大阵，他也愿将此地开放。可谁曾想那位界灵师当真将仙江力量汇集，且不成了大阵。眼见大事已成，且这位高人手段通天，斗战元族族长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同意。而这座大阵借鉴浩瀚修武界全貌，将大阵分为了9个区域，分别是8个入口，以及中间的修炼区域。8个入口则分别代表着祖武、九魂、七剑、血脉、苍穹、神体、仙海、图腾8道天河。中间的修炼区域则是代表着第9道天河，而此阵也被命名为9界仙域。但9界仙域的神奇之处，可不仅仅是将仙江的力量融入大阵中，受大阵所用。最神奇的是9界仙域可分辨出8道天河之人的出身，因此9界仙域才有8个入口。这8个入口需要分别来自那道天河的小辈开启，顺利开启之后，各自天河的人才能进入9界仙域。若是不能开启，那么便说明那个天河的人人才凋零，也没资格进入9界仙域。在当年，每次9界仙域开启都会引来8道天河顶尖势力来访，但其实当年的浩瀚修武界，远古宝物数不胜数，修炼资源更是远胜今日，哪个势力没有淬体的手段和资源，仙江再好也不至于他们大老远的过来。所以后面他们更多的是证明自己，毕竟哪个天河的哪个小辈能率先开启入口，就足以证明其天赋与实力傲视群雄。这样的荣耀，各方势力都想争夺，只是随着时间流逝，9界仙域开启的时间也越来越久，直到彻底消失。上一次开启还是这个时代的初期，是斗战元族还存在的时候，距离现在已有无数个年头。尽管根据历史记载，9界仙域是真实存在过的，可时至今日却也早就成了传说。而就在此时，有数道身影从高空飞掠而过，径直地奔向了那9界仙域所在的方向而去。仙江上界的人生在仙江上界，却从未见过仙江，但这个传说却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今传说浮现，谁不想见见传说中的仙江？这自然会引起整个世界的轰动，可能所有人都正在向9界仙域赶去。大人，我们能去吗？老头对楚风请示道。当然，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可有记载创造了9界仙域的是何方神圣？相比于9界仙域，楚风更好奇那个创造者。根据老头所讲，当年的斗战元族应该是鼎盛时期，而小鱼儿说过，当时的斗战元族若是想的话，是有机会统治一道天河的。可见当年的斗战元族实力极强，可那位创造了9界仙域的界灵师却具备斗战元族没有的能力，他的实力更加深不可测，没人知道那位的身份。根据记载，他很神秘，戴着面具，看不到容貌，身穿白衣，身负长剑，没人看到过他拔剑，但是有人看出那剑很不简单，那剑的剑鞘
乃是皮质打造而成。有人说，那剑鞘的皮质非同一般，像是龙皮。老头说道，龙皮剑鞘，身穿白衣，这个打扮怎么那么像乱世书生啊？这九界仙域在远古初期就消失了，早就成了传说，可偏偏现在出现。楚风，这应该不是巧合吧？会不会这九界仙域才是乱世书生留给你的机缘？女王大人说道。而此时，楚风看向九界仙域所在的方向，看着那贯穿天地、覆盖整个世界的壮观景象，体内血液却也是早就沸腾，真的很有可能是乱世书生前辈所为。楚风其实也有与女王大人同样的猜测，那你快去吧。女王大人催促道。楚风没有回答，而是看向老头，你们去吧。楚风说道。多谢大人恩赐，多谢大人恩赐。那老头率领众族人连连叩头。其实他们要去，完全不用经过楚风同意。那九界仙域又不是楚风的东西，但是楚风让他们去，他们真的好像得到了天大的恩赐一般，其实就是太害怕楚风了。至于楚风也不理他们，而是直接御空而起，继续向龙小小所在的方向赶去。不先去九界仙域吗？女王大人问。我怕龙小小那丫头傻乎乎的在原地等我，若是九界仙域真是乱世书生前辈为我开启，那我早去晚去都不会错过，但我可不想朋友因等我而错过。楚风说道。行吧。女王大人笑了笑，虽然担心楚风错过机遇，但却也支持楚风的任何行为。如果是之前，女王大人会劝楚风以自身利益为主，但现在早就了解楚风的他，只会无条件的支持楚风的任何举动。一路上有无数身影从楚风身旁掠过，都是向九界仙域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的，无论老少皆是兴奋不已。有一把年纪的老头振臂高呼，尖叫不断，也有人泪流满面，感叹有机会见到传说中的仙江。看得出来，对于仙江上界的人来说，这九界仙域乃是圆梦的存在。终于，楚风也是来到了龙小小所在的地方。楚风报出身份，很快便见到了龙小小，不仅见到了龙小小，还见到了龙小小的师尊明玉上人。明玉上人一如往日，哪怕现在的楚风也看不穿他的修为。楚风小友真是进步神速啊，才短短几日不见便有如此进步，竟已是三品半神。龙小小师尊见到楚风后便立刻夸赞起来，前辈您这样讲可就夸张了，哪里是短短几日，也是有些时日了。楚风笑道，时间上虽有夸张，却也比不过楚风小友的进步来得夸张。而且我听闻楚风小友与图腾龙族的少主龙成玉以及图腾龙族的小姐龙木溪也是结为了好友，不仅实力超然，这人格魅力也是不凡，日后必成大器。龙小小师尊再度夸赞道。只是听闻此话，在场的苍穹仙宗的人也是神色变化，前辈还真是消息灵通，此事竟也知晓。楚风觉得太古星海的事情还不至于传得这么快，龙小小师尊所说多半是指画尸山的那件事，而眼见着楚风确认，苍穹仙宗那些人看楚风的眼神更加古怪了。楚风你可真有面子啊。忽然一声怒喝响起，来是秦航跑了过来。秦航师兄，眼见秦航来者不善，龙小小立刻御空而起，将其拦下。可秦航却并未听劝，而是指着远处那由九界仙域引起的奇观问道，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来时路上有所耳闻，那可能是传说中的九界仙域。楚风说道，你既然知道，那可就太好了，那可是时代初期便存在的修炼圣地，如今再现，各方势力都不想错过，第一时间就过去了。可小小师妹为了等你，却迟迟不肯动身，若是错过先机，你背负得起这个责任吗？秦航怒声问道。秦降公子，小小都没说什么，你激动什么？至于你错不错过先机，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让你等了吗？楚风问。我错不错过，不用你来管，但小小错过，你负不起责。秦航怒声说道。对于秦航嚣张的态度，楚风本来十分不爽，可是楚风看出秦航似乎真的不在乎自己是否错过，完全是不想龙小小错过之后，也不想与他争辩。于是楚风直接说道，你可知我是从那个方向过来的？此话一出，秦航沉默了，都是聪明人，楚风只是一句话就让他们明白楚风付出了什么。楚风原本距离九界仙域更近，也知道那里有机遇，但却并没有第一时间过去，而是来到这里，为的是什么？自然是害怕龙小小等他，但为何如此确定龙小小会等他？其实正常观点来看，没人可以确定楚风可能白跑一趟，将因此错过先机。虽说龙小小等楚风令人动容，可楚风此举又何尝不令人动容？此刻秦航满腔的怒火就像被人浇了一盆凉水，灭了，灭得难受，因为他感受到了龙小小并非一厢情愿的付出，二人的感情皆是非常深厚，乃是相互付出。尤其是当楚风说出这句解释之时，他注意到龙小小脸上那抹想要隐藏却仍隐藏不住的喜悦后，他心里只有一个字：酸。诸位动身吧，楚风说道。于是楚风、龙小小、秦航以及苍穹仙宗的一众高手便向九界仙域所在的方向飞掠而去。除非这仙江上界还有隐藏高人，否则楚风这一行人便绝对是毫无争议的最强人马。很快，楚风等一行人便来到了九界仙域的近前，近距离观看，那头顶之上仿造浩瀚修武界的景象，已是遮天蔽日，哪怕是见惯大场面的人看到这样的景象，也仍会被其震撼灵魂。但人们第一时间还是将目光锁定在了九界仙域的本体之上。九界仙域立于半空之中，那是一个巨大的球体，没有明确的结界划分，但却光芒璀璨，星光点点，宛如由无数星辰打造而成。而球体的8个方向有着个8道结界门，结界门个个高达万米，且在其表面同样星光璀璨，与寻常的结界门有着明显差异，使美与壮观完美结合。且8道结界门各有2个大字漂浮于大门中间，分别是祖武、九魂、七界、血脉、苍穹、神体、仙海、图腾。楚风能够看到，哪怕眼下也有人不断掠入其中，但能够进入其中的皆是小辈。虽说大多数人都是掠向苍穹入口的，但也有少部分人
是略像其他入口的，甚至哪怕九魂入口，楚风也见到有人进入其中，并且那些入口除了不断进入的小辈外，外面还有许多强者徘徊，近距离的观望。可唯有一个入口是个例外，那便是祖武入口。祖武入口不仅没人进入，哪怕祖武入口之外徘徊的人也是少得可怜。倒也不是没有人徘徊，只是相比于其他天河热闹的景象，尤其是苍穹入口那人满为患，将入口围堵得水泄不通的壮观景象，祖武入口简直冷清的让人心酸。实际上先前倒也有人尝试进入，但却根本进不去，因为那些尝试者不是祖武天河的人，他们就是想试试九界仙域是否真的如传说那么神，能区分各自天河之人。而事实上是，这九界仙域还真就这么神。祖武天河的入口原本无人能够开启，但是小小师妹来了，便也能够开启。若真有祖武天河之人在此，他们可真是走了大运。秦航先是对龙小小夸赞一番，旋即才说道：“小小师妹，咱们里面再见。”话罢，秦航便飞向了苍穹入口。他非常急切，但也正常，他自然也想成为打开苍穹入口的人，这可是一件荣耀之举，有机会名扬天下之事。楚风，一起吧。龙小小看向楚风，走。楚风笑着应道，随后二人便一同飞向祖武入口。祖武入口怎么还会出现？看来这九界仙域跟不上时代发展了。如今的祖武天河早就不是当年的祖武天河了，依我看就应该关闭，就是反正开启也没人能够真正的打开。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还有人在吗？估计就算有人，也是连臭虫蟑螂都不如的废物吧，不然谁会待在那种垃圾地方？祖武入口外，几个人正在冷嘲热讽，龙小小目露寒意，可楚风却对他摇了摇头。这种逞口舌之快的废物，楚风根本无心理会。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却在远处响起：“诸位，老夫劝你们嘴上积德，祖武天河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弱。”顺声观望，楚风与龙小小皆是脸色一变。这人他们认得，那是一名皮肤黝黑、留着一头银色长发和胡须的老者。这名老者身穿银色铠甲，头戴银色皇冠，虽然修为不是很强，可气质却是非同一般。他具有不怒自威的压迫感，因为他便是圣光一族族长圣光玄烨。当初圣光玄烨针对楚风，被圣谷关入轮回地牢接受惩罚，但却被其心腹救出，逃离了祖武天河。虽然逃离之前，圣光玄烨已是悔悟，曾安排手下补偿楚氏天族，可楚风却并没有领情。但楚风也觉得可能以后再也见不到圣光玄烨了，不成想竟在这里遇到了他，真是冤家路窄。楚风看着圣光玄烨，顿时怒火中烧，回想起当初圣光玄烨可没少难为他们，甚至龙小小连容貌都被毁了。但今非昔比，想当年浩瀚在祖武天河，翻手为云覆手雨的圣光玄烨，如今在楚风与龙小小面前，却只是个意念之间便能抹杀的武尊境弱者罢了。可就在楚风打算现身之际，一只手却抓住了楚风的胳膊，是龙小小。龙小小摇了摇头，示意楚风不要现身。而就在此时，那些人已是将圣光玄烨围住，他们打量着圣光玄烨，尤其其中一名中年男子，此人气场强大，衣着华丽，别看不是年迈之人，但却有着一品半神的气息。最终，那中年男子将目光落在了圣光玄烨的腰牌之上，腰牌之上赫然写着圣光一族4个大字。圣光一族，怎么没见过这个势力？你是哪的？中年男子对其问道。此时越来越多的人围了过去，他们看着圣光玄烨，皆是满眼敌意。本素不相识之人，为何如此？只因圣光玄烨说了维护祖武天河的话而已。老夫乃圣光天河之人。圣光玄烨说道。圣光天河怎么从未听过？众人面面相觑，目露不解。圣光天河便是祖武天河。圣光玄烨解释道。祖武天河更名为圣光天河了吗？但更名这种事，不是一方天河霸主才能做的事吗？哟，你这圣光一族，该不会就是将祖武天河更名的势力吧？难道说你的家族是祖武天河的霸主？难怪要为祖武天河说话，原来是祖武天河的霸主啊！哎呀，真吓人啊！我居然在面对一方天河霸主呢！诸位，怎么办啊？我们刚刚说了侮辱他天河的话，我们是不是要死了呀？我好怕，我好怕呀！那中年男子满面讥讽，表情极贱，同时其他人也是讽刺的大笑起来。而当初在祖武天河呼风唤雨的圣光玄烨，此时倒也没有动怒，而是面带微笑，对众人说道：“老夫现身，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希望诸位能够嘴上积德，不要把话说得太过分。就算祖武天河的怯弱远比不上你们所在的天河，可祖武天河之人与你们无冤无仇，也不用如此贬低。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也都是修武者，难不成修为弱就要被形容成臭虫和蟑螂吗？这显然很不尊重人。”圣光玄烨说道。见此情形，楚风冷笑一声，原来圣光玄烨也有这样一面，他是感觉很讽刺，因为楚风清楚，若是在祖武天河有人敢这样与他说话，圣光玄烨定然会直接痛下杀手。当然前提是实力比他弱。现在圣光玄烨之所以态度如此柔和，是因为他很清楚，离开祖武天河来到了这里，他可不是主宰一方天河的大人物了，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真正的小人物。实力为尊的道理，圣光玄烨不仅懂，更是比谁都信奉这一点。在祖武天河他做主的时候，他就是以不讲理的方式来统治祖武天河的，现在却来劝这些人。莫说那些人，就连楚风都觉得可笑。果不其然，那些人又笑了，他们笑得一个比一个大声，一个比一个嚣张。他们看着圣光玄烨，就像是看待一个小丑。此时圣光玄烨脸上的笑容也开始变得僵硬起来，毕竟是曾统治一方天河的霸主，被人这样嘲笑，他心里自然也很不是滋味。可忽然有人一拳轰出，直接落在了圣光玄烨的脸上。那位出手之人正是那位拥有一品半神境的中年男子，只是武尊境的圣光玄烨哪里抗得住这位的打，只是一拳
整张脸都变形了。但这还是对方留手的情况下，若是对方想杀他，圣光玄烨早就死了。而一拳之后，那位并没有罢手，而是抓住圣光玄烨的衣领，随后猛然向下一甩，圣光玄烨便狠狠地被摔在了地表之上。紧接着，那位也是飞落而下，一脚踩在了圣光玄烨的脑袋上。此时，越来越多的围观者凑了过来，但却没有一个人出手制止。他们都已经知道，圣光玄烨是祖武天河的人，在他们眼中，祖武天河的人就是如臭虫蟑螂一般的垃圾，正常人才不会去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既是臭虫蟑螂，那自然人人喊打，所以怎么可能有人阻止？甚至若是可以，他们也想去踩上两脚。正常来说，圣光玄烨被人如此教训，楚风应该看得非常过瘾才是。可此时，因为圣光玄烨的立场是站在了祖武天河这一边，是为祖武天河出头，才会落得这个惨状。楚风不仅没有感觉过瘾，反而心中有些不是滋味。老头，你告诉我，想生还是想死？那中年男子一边踩着圣光玄烨的脑袋，一边问道。自然想生。圣光玄烨道。想生就给我说，祖武天河的修武者都是臭虫，都是蟑螂，都是废物，都是垃圾。中年男子说道。听闻此话，圣光玄烨则是忽然闭上了眼睛，随后他嘴巴蠕动，但却没有发出声音。只是楚风却能够通过他的嘴型分辨出他在说什么。正因如此，楚风原本满是杀意的眼神却变得复杂起来。老东西，你在说什么呢？说大声一点，老子听不清楚。那中年男子怒声问道。而他此话一出，圣光玄烨也是终于发声，并且他说得很大声，传遍浩瀚天地，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听得清楚。老夫的命并不值钱，若是你想取，那你便取吧，但要老夫侮辱生我养我的天河，老夫做不到。老夫的确没用，但我祖武天河并非所有人都像老夫一样没用，我祖武天河也有强大的修武者，也有优秀的后辈，总有一日你们会知道，我祖武天河的修武者不是你们眼中的臭虫垃圾，我祖武天河也有能让你们刮目相看之人。圣光玄烨这一番话惊动了在场的所有人，怎么回事啊？这是在做什么？一时之间，更多的人都将目光投了过来，但中年男子却并没有因为引起太多人关注而就此罢手，反而此时的他更是满眼的杀意，咬牙切齿地看着脚下的圣光玄烨，因为圣光玄烨所说可不是他想听到的。一只活在鸟不拉屎之地的老臭虫，还活在幻想里，那种地方怎么会有天才？都是一群臭虫罢了。你既然想死，那我便成全了你。话罢，那男子踩着圣光玄烨的脚便猛然抬起，但下一刻又猛然落下，是真的要一脚将圣光玄烨活活踩死。于是鲜血喷溅，可下一刻所有人都是神色一致，因为圣光玄烨并没有死，可是那名男子的一只腿却是不翼而飞，那喷溅的鲜血正是男子的断腿之处。怎么回事？这一幕引起所有人的不解，包括圣光玄烨也是如此，包括那名男子也是如此。而就在那中年男子不解之际，一只手忽然出现，抓住了男子的喉咙，将他给硬生生的提了起来。看到这个人，圣光玄烨顿时脸色大变，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确认之后，他的表情更是无比复杂。楚风这个年轻人，他怎么会不认得？可无论圣光玄烨此时是何表情，楚风却根本无心理会，他的目光凝视着那被他单手提起的中年男子。在你眼中，祖武天河的便都是臭虫垃圾，对吗？那被你眼中的臭虫垃圾这样对待，你又算什么东西？楚风凝声问道。那位被楚风抓住，本就满面惊恐，听到楚风这样一说，他更是吓得裤裆都湿了大片。大那位开口，似是想要解释什么，可却吓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一品半神又如何？天赋强不代表胆子大，面对生死存亡之际，他的表现却连圣光玄烨都远远不如。看着这个先前一口一个臭虫垃圾侮辱祖武天河，可现在却被吓得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中年男子，楚风轻蔑一笑，随后只见楚风手掌猛然握紧，只听砰的一声，那位便已化作了一片血雾，直接抹杀。随手抹杀掉一位一品半神后，楚风将目光看向四周，刚刚还有谁侮辱了祖武天河？楚风此话一出，立刻有数道身影跪在了楚风面前，阵阵求饶的声音也是响彻开来。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这些人全然没有了之前高高在上的骄傲，皆是化作贪生怕死之辈，跪的求饶。诸位有没有搞错？我可是祖武天河的人，我这样的人你们不是非常瞧不起吗？为何要跪在我的面前？你们的尊严何在？楚风问。大人，我们知错了，是我们狗眼看人低，我们知错，我们真的知错了。那些人有的被吓哭了，有的甚至开始自己打自己，为了不被楚风杀，连脸都不要了。滚吧，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楚风说道。而他此话一出，那些人立刻御空而起，快速的消失在了这片天地。楚风没有为难他们，实际上若不是他们要杀圣光玄烨，楚风甚至都不想理他们，因为在楚风眼中他们太弱了，都没有让自己出手的资格。至于那个中年男子，他该死，他刚刚要杀的是圣光玄烨，圣光玄烨也的确该死。可为何说中年男子该死？因为楚风会想，若今日站出来的不是圣光玄烨，是祖武天河的其他人呢？若是楚风的朋友呢？那会是什么下场？其实都是一样，这中年男子都不会放过，都会杀。弱肉强食，强者为尊的世界，除非有顶尖强者进行约束，否则很多人是真的不把人命当命看的。可能你动了强者养的一条狗，他都会灭你满门，这种事非常常见。而楚风的原则是，遇到这种人，他也绝不手软。你不把别人的命当命，那我也不把你的命当命。楚风小友，你已是半神境。此时圣光玄烨开口了，他的语气之中充斥着无比震惊。他早就知道楚风是人才了，不然当初也不会那么针对楚风。但他没想到，才这么短的时间，楚风便有了如此大的进步。小友，你也配叫？楚风冷漠地看着圣光玄烨，圣光玄烨刚想解释，可忽然
周围景象一阵变化，下一刻，圣光玄烨已是远离了刚刚所在的地方，来到了一处空旷之地。这里除了他只有2个人，一个是楚风，而另一个他也认得，乃是龙氏的小公主龙小小。小小，你……此时圣光玄烨的眼神更为复杂，尽管修为很弱，可是他也能够分辨得出来，将他带到这里的不是楚风，而是龙小小，并且龙小小此时没有隐藏修为，他身上散发的气息竟丝毫不弱于楚风。楚风踏入半神，已是让他意外，而龙小小就更加意外了，毕竟在他看来，龙小小的天赋远不如楚风。楚风，圣光玄烨能交由我来处置吗？龙小小问。楚风点头应允。相比于他，楚风也觉得龙小小更有资格处理圣光玄烨。而听闻此话，圣光玄烨那满是鲜血的脸上却仍能看到一抹笑容。我真是心胸狭隘，竟差点毁了你们2个。如此出众的苗子，现在回想起来，我实在该死。小小，楚风，我死在你们手中是应该的，我罪有应得。圣光玄烨说话间便闭上了眼睛，已是做好了受死的准备。圣光玄烨，你知道你心胸狭隘就好，但我与楚风可不是心胸狭隘之人。圣骨对我们多有帮助，看在圣骨的面子上，我不取你性命，因为我尊重圣骨的决定。今日我放你走，你若真的有心悔改，便回到祖武天河，继续接受圣骨的惩罚。接受惩罚之后，洗心革面，多行善事，来弥补你过去犯下的罪孽。当然，你若要继续逃，那你便逃，我也不会为难你。你走吧。龙小小摆了摆手，示意圣光玄烨可以离开了。听到这番话，圣光玄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这便是格局吗？至于楚风心里清楚，龙小小本不是心慈手软之人，龙小小给楚风的第一印象就是心思缜密、聪明且狠辣的角色，他可不是傻白甜。当然，楚风也不笨，他知道龙小小放过圣光玄烨，就是不想楚风为难，毕竟楚风与圣骨的关系着实不错，圣骨也的确曾有恩于楚风。龙小小不仅不会杀圣光玄烨，就算楚风要杀，他也会拦着，所以楚风也没有对龙小小这个决定进行干扰。毕竟楚风就算有仇必报，但也并非心胸狭隘之人。楚风也要承认，刚刚圣光玄烨宁死也不侮辱祖武天河的举动，确实也让他刮目相看。至少对待外人的时候，圣光玄烨维护住了祖武天河之人的骨气与尊严。只是这件事，楚风便觉得饶他一命也并非不可。楚风，小小，老夫其实早就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了，真的不是因为你们现在强大了，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经很后悔了。是我太狭隘了，我对不起你们，我也对不起祖武天河，我是罪人，我会回去接受惩罚，会面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外面的人都觉得九界仙域的祖武入口无人能够开启，但你们2个现在的成就定然是能够开启的。在外的日子，我听过太多侮辱祖武天河的话语，受到过太多被看不起的目光，我想看一看他们对祖武天河刮目相看的眼神，所以能否让我等到你们开启了那个入口之后再离开？圣光玄烨以祈求的语气恳求道。楚风，龙小小看向楚风，是想听从楚风的意思。小小说得很清楚，今日放你一马，你何去何从，我们不会管。楚风说道。多谢，2句多谢夹带着哭腔，随后2行热泪也是从眼中流下，与脸上的血水融在了一起。圣光玄烨之前做梦也不会想到，能帮他祖武天和挽回尊严的，会是他之前处心积虑想要除掉之人。还好他没有做到，否则真的成为了千古罪人。小小，该动身了。楚风看向龙小小，龙小小点头。此时他的脸上露出极为灿烂的笑容，他很开心，不仅仅是因为即将挑战9界仙域那祖武入口，更多的是因为成就感。其实不杀圣光玄烨，看到圣光玄烨在自己面前流下悔恨的泪水，他的心中也非常的爽快。他想变强，是为了不被楚风甩得太远，可他想变强，又何尝不是也想保护他所珍视之人。变强之后，真的能够改变太多，哪怕曾经可以随意拿捏他、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如今却也只能在他面前卑微屈膝。哪怕曾经想杀死他的人，如今看到他的成就，却也会流下眼泪，为自己当初的愚蠢而后悔。这种让外人对自己的态度产生变化，其实才是变强之后最爽快的事情。可忽然之间，祖武入口的结界门光芒大盛，紧接着那结界门竟发生了变化。本是结界门，可此时却变成了实体，形成了实体的大门，并且实体的大门原本是封锁状态，可眼下那大门竟然缓缓开启。且下一刻，一道浑厚的声音也自9界仙域内传出，首位开门者来自祖武天河。此刻所有人都是脸色复杂，而楚风与龙小小也是互看一眼之后有些茫然。那祖武入口被开启了，可楚风与龙小小明明还有踏入啊，难道还有高手？9界仙域给予证明，祖武入口率先开启，是刚刚那个年轻人吗？不对啊，他就算进入了，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开启吧。不明真相的众人第一时间联想到的是楚风，毕竟楚风刚刚随手便抹杀了一位一品半神。但很快人们又觉得不对，楚风虽强，但也是因为他可能来自祖武天河，是对比祖武天河的实力。若是放眼其他天河，楚风这种级别的天才可是非常多的，他凭什么能这么快开启祖武入口？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其实不解的可不止他们这些外人，楚风、龙小小、圣光玄烨也懵了。就在此时，又有一道身影出现，落在了龙小小的身后，乃是龙小小的师尊。龙小小的师尊可能也知晓圣光玄烨与龙小小的恩怨，所以他此刻现身，并没有隐藏气息。虽仍无法判定他的修为，可那真神境的威压却让圣光玄烨感觉呼吸都变得困难。半神境于他而言都是宛如神灵，何况是真神境。当然，刚刚的事皆因老夫而起，与他们2人无关。圣光玄烨还以为这位是来教训楚风的，
赶忙揽下了罪名。师尊，可龙小小一句师尊，顿时让圣光玄烨陷入了迷茫。师尊，这等人物竟是龙小小的师尊。小小，楚风小友，既然祖武入口已经开启，你们也该进去了，莫要再错过先机。龙小小师尊对楚风二人说道。他的这句话不仅确认了他与龙小小的师徒关系，也是证明了他与楚风的关系不凡。一时之间，圣光玄烨的心中五味杂陈，真神境强者都愿意培养龙小小，可他当年却那般小肚鸡肠，这种差距让他无地自容。然而当楚风与龙小小准备动身进入九界仙域的时候，那九界仙域又变化，剩余的7个入口竟然同时开启，就连九魂入口也开启了。重点是同时，就算是这里真的汇集了8道天河人才，但却也不至于同时开启吧。就在众人不解之际，那九界仙域刚刚响彻的声音此时再度响起，首位闯关者已绝顶成绩破关，九界仙域将以最高姿态开放，因此8门揭开。这声音响起之后，就连楚风的表情也变得越发好奇，至于其他人更是议论纷纷。8门揭开竟是传说中的8门揭开，这种传说中的事情连时代初期都没有人能做到，当今时代竟有人做到了，究竟是何方神圣？而从众人那满含惊异的言论之中，楚风也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原来这也是符合九界仙域规则的手段，只要一个人的实力足够强大，就能够激活最高级别的九界仙域，所获得的淬炼自然也是更好。但同时8个入口都会开放，可这种规则只存在于传说之中，因为在这个时代初期，那个天才辈出的时代，却也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可现在竟有人做到了。楚风，好像事情变得更有趣了。龙小小对楚风说道。是啊，走，让我们去瞧瞧到底是何人所为。楚风说话间便直接动身，从祖武入口进入了九界仙域之中，而龙小小以及龙小小师尊也是一同动身。如今8门揭开，就连龙小小师尊也可以直接进入九界仙域了。如今的九界仙域已是没有了限制，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可穿过大门之后，楚风发现他进入了一个长廊之内，在楚风的周围不断有传送之力浮现，每当一道传送之力浮现之后，都会有一道身影出现在楚风身旁，不仅有小辈，其实更多的乃是老一辈。显然8门揭开之后，大家都在抓紧进入这九界仙域，但偏偏与楚风一同进入这里的龙小小师尊以及龙小小却没有出现在楚风身旁。看来进入结界门之后，大家究竟落入哪个位置，乃是随机的。见此情形，楚风也不犹豫，准备向长廊深处航去。可就在楚风动身之时，一道传送之力刚好出现在楚风身前。当那传送之力消散之后，竟是一道熟悉的身影，此人乃是秦航。楚风，你居然也进来了。秦航看到楚风有些意外，有人完成了一件壮举，8门揭开，不仅是你和我，所有人都可以进入。楚风说道。而秦航扫了一眼周围，发现那不断进入的身影，也是意识到楚风没有说谎，难怪我正在破阵，便忽然来到了这里。擦，我还以为是我成功破阵了，原来是有人完成了壮举，本少爷竟是捡了便宜。秦航一脸恼怒，气愤地开始骂街，但很快又看向楚风，是谁完成的壮举还不知晓。楚风说道。反正不是你就行。秦航说道。楚风感到无语，这个家伙果然将自己视为情敌，竟如此在乎自己所取得的成绩，祝你能有好收场。楚风不想再理着秦航，说话间便准备动身。等一下，可秦航却忽然伸手将楚风拦了下来。下一刻，秦航大手一挥，一个宝物飞掠而出，化作一道封锁阵法，将他与楚风封锁在了当中。怎么，有事？楚风问。毕竟秦航此举明显是不想让周围的人看到他们接下来的对话。楚风觉得秦航是有话要说，之所以如此确定，是因为楚风没有在秦航身上感受到杀意，所以他绝对没有对自己不利之心。你是3品半神对吗？秦航问。是。楚风点头。你也喜欢小小吧？秦航又问。与你无关吧？楚风道。秦航笑了笑，旋即道。怎么可能与我无关？因为小小可是我未来的娘子。不过楚风，你放心，我秦航是不会伤害你的，毕竟你是救过小小的人。但是我必须要清扫障碍，让你清楚你配不上小小，至少在我出现之后，你就应该知道你已经配不上小小了。刚好我也是3品半神，你我来一场真男人之间的决斗，败的便自动退出，以后都不要再缠着小小。秦航义正言辞地看着楚风。你确定？楚风问。当然，我首先告诉你，我秦航可不是一个只有身份没有实力的软柿子。楚风，现在我就让你来看看我秦航的实力。秦航说话间，气息不断提升，4品半神、5品半神，最终他的修为提升在了5品半神境。他的确不弱，能够在半神境提升2品修为，这也可以说是天才中的天才了。但显然这在楚风面前还是差了点意思。于是楚风问道。这是你的极限了吗？啥意思？秦航不解。可楚风脚步向前一踏，便直接出现在了秦航面前。当秦航反应过来之际，只见楚风手持一把结界长剑，而那结界长剑已是放在了他的脖颈之上。这一刻，秦航的脸色变得无比难看。你不只是3品半神，你竟还是神袍界灵师，且已踏入金龙纹。秦航睁大眼睛，眼中尽是难以置信。认输了吗？楚风问。为了小小，我不会就此屈服。秦航说话间，手腕一转，一把尊兵长枪出现在了手中。这一刻，秦航战力大涨。见状，楚风收起长剑，随后身形旋转，一个空中扫腿便甩了出去。但楚风的扫腿瞄准的并不是秦航，而是秦航手中的尊兵长枪。这一击毫无悬念，秦航只感觉右手酥麻，尊兵长枪便已飞了出去。这一刻，秦航面容目若呆鸡，整个人更是如同石化，一动都不动了。秦航本来还有想着，就算楚风是金龙神袍，但也是堪比5品半神，而他现在提升修为之后，也是5品半神，二者还能一战。可楚风这一脚
直接将他的希望彻底踢没了。他意识到他根本不可能战胜眼前这个家伙。楚风的确是金龙神袍，可他的战力表现已是堪比六品半神。于是当他再度看向楚风，已经全然没有了动手的意思。他嘴唇抖了抖，随后竟然哭了。你哭什么？我又没打你。楚风问。我哭我没用，我哭我没用。可恶，该死，我怎么这么没用啊？我竟然就这样将小小拱手让给了你。秦航越想越恼，随后竟将那长枪吸入手中，只是调转枪头之后，竟对准了自己。若不能与小小在一起，我秦航活着还有何意义？此话说完，秦航竟要用长枪刺向自己的丹田。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长枪被定住，是楚风的手掌握住了那长枪。你是否喜欢小小，这取决于你的内心。赌约无法阻止你，但我劝你以后不要再与人定下这种赌约了。小小不该被你当成赌注。楚风说道。所以你楚风，你难道？秦航难以置信地看着楚风，他没有想到事情还有回旋余地。是否喜欢小小，这是你的事，我不会阻拦。但小小是否喜欢你，这是他的事。我不介意你喜欢小小，但我希望你不要做让小小为难的事，更不希望你做伤害他的事。你若敢做伤害他的事，我绝不放过你。楚风说道。听到楚风这样说，秦航嘴唇抖得更加厉害，随后竟一把抓住了楚风的双手。楚风，你真是大好人啊！是我秦航之前不对，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好兄弟，有谁敢动你，我秦航灭他满门。秦航这番话是哭着说的，他哭得更加激动了，但却是满面感动。楚风甩开了秦航的手，我要继续前行了，你要同行吗？真的可以吗？我刚刚那样对你，已经还愿与我同行。楚风，你怎么这么好啊？我秦航何其幸运，能与你成为好友。秦航眼含热泪，无比感动地望着楚风，那眼神甚至有着一丝爱意。别废话了，要同行便一起，另外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因为我对男人一点兴趣都没有。楚风此话说完，便直接破开了秦航的封锁手段，向前方前行。你放心，我也是很正常的，我喜欢女人，不会喜欢男人，但有一说一，我秦航认定你这个兄弟了。秦航先是擦拭眼泪，随后这才追上了楚风。楚风，这家伙可你是的潜在情敌啊，你不杀他就算了，怎么对他如此宽容？途中，女王大人不解得道，他是否喜欢小小，不会因为一场赌约而改变。我之所以没有与他计较，是我发现这个人虽有大家族少爷的架子与蛮横，但其实本性蛮单纯的，此人不坏，且对小小很是真心。他刚刚眼见着无法胜我，甚至真的想要废除自己的修为，那可不是装的，说明他是真的把这个赌约看得很重。有这样一个人喜欢着小小，对于小小而言也不会是坏事。楚风说道。但他越是对小小真心，对你来说不就威胁更大吗？女王大人道。怎么可能对我有威胁？我又不喜欢小小，我与小小只是朋友，我只希望他能过得好。楚风说道。我觉得龙小小不错，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么好的白菜让被人拱了多浪费，还不如自己留下呢。你要听劝，自己留下吧。女王大人道。我若喜欢小小，我自然不会错过他，但我若不喜欢他，强行将他留在身边，那对他来说很不公平。楚风说道。好吧，说不过你。女王大人撇了撇嘴，旋即说道。但我还是希望像龙小小、仙喵喵、小鱼儿这种好女孩，你能自己留着，莫要便宜了其他人。女王大人只考虑楚风，希望所有好东西都归楚风，也包括女人，但楚风却不这样想，他更希望自己的好友能够真正的幸福。而就在楚风与女王大人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又有一道结界门浮现在了前方。楚风与秦航并肩而行，直接穿了过去。穿过之后，楚风已经脱离了长廊，进入了一片浩瀚的丛林之中，而回头观望，让楚风来到这里的结界门已经不见了，并且原本就在楚风身旁的秦航也没有出现在楚风身旁，又是一个随机传送的阵法。楚风感慨，因为他知道秦航应该已经被传送到其他地方了。就在此时，远处有滔天的涟漪肆虐，是有半神境的强者正在交战。有人交战，说明多半是有宝物。于是楚风也是立刻动身，向那交战的方向飞掠而去。而靠近之后，楚风发现那交战的乃是一名青年以及一名老者。那青年身穿黑衣，面容惨白，骨瘦如柴，黑眼圈跟熊猫一样，但却有着一双血红色的眼睛。虽的确是人，可给人的观感却更像妖物。虽然很年轻，但楚风能够根据他的气息分辨出他并不是一个小辈，已是超过100岁，但实力却也是极强。两重提升手段之下，他的修为达到了6品半神境。而这个诡异青年的对手乃是一个老头。说来也巧，这个老头楚风认的正是先前楚风多管闲事所遇到的那个家族的族长。楚风正是从这个老头手中抢下了那个能够看穿人的身上是否有守护阵法的铜镜。这两位正在全力交战，而他们之所以要交战，是为了抢夺个光芒体。那光芒体内于半空漂浮，其中有着一道令牌，令牌上面写着仙域2字。很显然，这个令牌对于接下来的行动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而眼下那个老头已经落入下风，刚好试试这镜子。楚风说话间将那铜镜取出，照了照男子，这才发现男子周身光芒闪烁，有强大的守护阵法在其身上。这阵法之强，可能半神巅峰都无法破掉，看来有些来头。看到那阵法，楚风心中叹道。忽然那诡异青年施展出了一道强大的武技，鲜血喷溅，无数道武力匕首穿过了老头身躯。老头痛苦地躺在了地上，虽境界提升到了相同的地步，可二人的战力有着明显的差别。老头根本不是这诡异青年的对手。这位少侠，这令牌老夫让给你了。眼见不妙，老头以求饶的语气说道。老东西，你想与小爷争就争，不想与小爷争就不争。你是什么身份？你算什么东西？当你选择与小爷争的时候，你就已失去尸体了。诡异青年轻蔑地看着老头，随后手臂一抬，
武力匕首飞出，直奔老头脖颈，是要割下老头的脑袋。可那匕首刚要射中，便被弹飞开来。老头本来以为必死无疑，都已经做好受死准备了。见到这一幕，他也是有些吃惊。他都已经认输了，你又何必咄咄逼人？就在其不解之际，楚风的声音于天际响彻：“少侠，是你啊，少侠，少侠，救救我！我不想死啊！”老头见到楚风，如同见到救星。而那诡异男子也是察觉到楚风很不简单，所以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仔细打量着楚风。怎么，你们是一伙的？不熟。楚风说道。听闻此话，老头脸色大变，赶忙说道：“少侠，救救我吧，求求你了！若是我死了，海儿与钱儿也要死。”听闻此话，楚风不由一笑，忘记告诉你了，他们死了，你的确要陪葬，但你死了不会影响他们。老头顿时老脸一僵，不知该说啥是好。既然不熟，就赶快走吧，别多管闲事。诡异男子说道。虽然不熟，但我觉得你也没必要杀他。楚风说道。这么说来，你是要多管闲事了，我劝你不要惹祸上身。诡异男子说道。这样，你放过他，这令牌你拿走，我不与你抢。楚风说道。听闻此话，诡异男子忽然大笑起来，旋即看向楚风，已是满含杀意。小子，你可能不知道小爷我是谁吧？竟然也想抢我的令牌！我告诉你，小爷的师尊可是仙途的老二。诡异男子冷声说道。听闻此话，原本一脸轻松的楚风顿时脸色阴沉。你说什么？再说一遍。但诡异男子显然没有注意到楚风神色的变化，不仅说话，更是拿出了一块令牌。小爷的师尊乃是浩瀚修武界最强暗杀组织仙途的老二，小爷现在也是仙途的成员，敢招惹小爷，你有这个实力吗？而他手中的令牌的确写着仙途二字，